Hello Hello，刚刚才醒，还没有醒透，弄了杯咖啡哈，看有没有帮助。最近太忙了，然后今天好不容易能腾出点时间哈，那咱们忙里偷闲，我们去偷偷的蹭一节张老师的课，放松放松心情。好，起来吧。我应该是看11周的提交嘛。嗯。没有，我的没有放在那儿，我是一直在我自己那个模块那儿 OK，以做的。后以后你应该把你的东西弄过来。好。你们每个星期的提交，就算你的内容跟他们的内容不一样，你也是有时间的。嗯，那个树干吗？哦。2月15号，对，但我后面我树叶的没有记上去。你现在不嗯。记，以后就没了。我补上。这个东西就是嗯。这样，每天其实包括上班也是，生活也是，你当天的事情要是没有做，其实后来真的哦。很难补，最后肯定会出事儿的。那么的确是哈，当天的事情我们要当天把它做完整、做干净，这个是非常需要培养出来的一个好习惯。可能有的同学会对自己说，没关系，明天我会再回来把这个事情做完的。但是这个事情的事实，它往往是你明天又会有别的事情去忙，你根本顾不上回来再去收拾你剩下的这个烂摊子。那么日积月累哈，实际上一点点你留下来的事情，随着时间的增加，你那些事情就会变得很多很多，然后这个习惯也越来越难改。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用 Shift Alt Control 加 N， 啪就在 PS 里面出了一个 New Layer， 然后就不管不顾哈，因为自己很喜欢马上进入到画画那个状态，所以 New Layer 一打出来啊，新图层好了，哗哗哗哗开始画。然后我根本就不会去管什么图层命名啊，什么那些事情，因为对我来说这个是次要的事情嘛，我就想画画，我就想进入那个状态，其他东西我不想多说，不要来烦我。好，但这个它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说有时候梅总让我做一些画面上的修改的时候，我会搞不清楚我是哪一个图层到底画了哪一个元素，然后改起来就非常非常的麻烦。有过几次经历，就是我必须去重新画这幅图的局部啊，然后经历过几次惨痛的教训之后，那我就学乖了。现在我也需要把他们，像老师这样说的，你要把他们的那个叫什么，要图表化。就我在啊，是什么话？我在你就是等会儿图表可视化。你说了一个我自己都不知道的词，然后你还就说是我说的，人疯了，我说啥了？就是这个词一旦抽象了的话，实际上每个人对这个词的理解就会特别的不一样，它的切入点也会不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各种交流上误解重灾区。你试想一下，如果在甲方给你介绍这个任务要求或者给你反馈的时候，用很多抽象的词或者比较虚的词，请问这个过程会不会让你极度的痛苦而且漫长？因为你要去听他去述说，但是你听的一懂半懂的，然后你要去猜测，在你猜测之后呢，你又无法去确定甲方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哈，我们一定就要把词用的越具象化越好，然后用的越到点上越好。把那些传统的格式都用上，比如说小稿真正的目的就是让你快输出，它求嗯。的就是一个快字，而且它快完了以后就能给你一个概念。现在我看你这个表有没有概念？有了啊，但是你的3个小时里边，说到概念设计哈，有时候我们经常会陷入这么样一个误区，就是去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达到一个自己觉得完整或者相对满意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实际上，概念设计哈，我们要知道它真的是快速出方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能领悟到一些东西，然后再去总结你的设计方向的这么一个过程哈。我建议大家去看 Scott Robertson 在很多年前出的一本书，非常经典的，就是解释了到底什么样是概念设计，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画啊例子哈，非常可视化的一本书，叫《The Skillful Huntsman》。OK，建议大家去看一下。梯形里边嗯。东西有一个平行四边形，然后平行四边形里边又有矩形，矩形里边又有方形，然后方形好像跟菱形又是一个什么什么关系？这是这么一个子集关系。哇，我居然说得出子集了，我这居然还没有忘这个词儿。OK，所以这两个东西其实是正梯形，然后这两个东西是梯形的变化式。对。
对吧？所以你像就包嗯括你三角形啊什么，那你这样的话，你有这个三角形吗？嗯、也可以，你没有写。就是因为我还有省，你看有省略号，你旁边3个省略那号，那那那完了，就是说这我要个东西全列出来吗？不是了，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嗯下一个，因为你是要给好的，下家去这个交代的啊。对，如果你只是说 A 等于三角。换位思考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也想说几句。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概念设计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它是一个桥梁，它起到了一个连接的关系。就是你在听梅总对他的美术方向的一些表达的时候，你不仅要自己理解，还要把自己理解的东西变成一套设计方案，变成一套逻辑方案，然后让下面的美术部门都明白。比如说建模呀、地边呐、材质啊、灯光呀、特效啊等等等等，对吧？所以当你起到这个桥梁作用的时候，这里面最重要的点不是你怎么去表述你是怎么明白的，而是你的表述方式要让下面的一环能听懂。我不知道当中这个细微微妙的区别哈，大家能不能 get 到？但是就是说，当你的思绪很清楚的时候，你的下家无法领会，那么实际上你的工作是没有做好的啊。所以换位思考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多接触不同性格的人，去观察他们的不同的这种表述方式，然后呢，这种观察还有一些总结和理解，会在你对换位思考这个事情上起到非常大的帮助。灰暗只是长时间使用的一个表象而已。我们来做一个头脑风暴的话，先有了一个肮脏，肮怎么写？肮脏啊，然后灰暗，这个肮脏灰暗应该是一个词条，你把它引到这个大的东西里边，就是长时间的，甚至可以叫做过度使用，可以吗？可以，然后还有缺乏维护，可以吗？可以。你看这个，其实过度使用跟缺乏维护是我们现在在说的过程中逐渐说出了一些新的词，对吧？那么请问，针对过度使用，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拿 Miro 做的东西。然后这个地方又叫做缺乏维护。请问你的这个过度使用有什么？说一声。结构形变、结构形变，结构形变又有什么？弯曲、断裂、弯曲、断裂、磨损、磨损。哪变质里有弯曲程度？哪里有断裂程度？哪里有磨损程度？我不用继续往下说了吧？意思明白了吧？懂了懂了。 OK， 这是你的第一步。做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示范，就是怎么样去拆解关键词哈，把一个比较不具象的词，把它拆解成各种可视化的词，然后根据这种拆分找到相应的素材。这种工作的方式，不管你在和甲方还是和你的上司梅总主美交流的时候，都是非常有用的。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当年我在做刺客英灵殿的时候，实际上拉斐尔很忙嘛，他有一次实际上只给了我非常少的几幅参考图，2、3幅，然后丢给我了一些很少的关键词，可能也是2、3个吧哈。我要根据这些关键词去拆所有他想表达的意思，然后把这几个关键词变成具象化的各种的美术分类啊，它会产生不同的分支，然后我会按照这些分支给它做出了整套美术参考的排版，还有解释这里面的设计逻辑是如何串联的，然后告诉下面的美术团队的同学们听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一个工作的语境当中，完整的重现了刚刚张老师在给项目讲的那一套东西。那这次我们提到的所有的关键点哈，不管是在培养好的习惯，每天的事情把它做完整、做干净，还是概念设计它这个过程的重要性，还是不要用虚词儿啊，或者是注意换位思考等等等等这些点，在学习跟工作上都能帮我们提高非常大的效率。
那么还是老样子，如果你们希望看这一次项目讨论更多的节选呢，请在我们的评论区打1。当这个视频在公开1个星期之后，或者1个星期之内吧，我们收到了10个或者10个以上的1的话，我们就会公开更多的节选细节给大家看。好啦，如果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关注和点赞哦。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